阿尔法7能不能保持住整体的前期节奏？这个是对的。我其实觉得，就是 KPL 赛区的队伍打其他赛区的队伍，没有必要前期猛攻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你没必要。你只需要在画面上中平平无奇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就是最好的。就说白了，你不要去展示风险，做一些多余的动作。对你只需要在。哪怕这个事情有一半的风险都没必要去做，你只需要平稳的发育、平稳的打，你就是赚的，就是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事情。对，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兵法智慧，这也是对的。上半场的 TDG 其实也没有过分的去进攻。来吧，蓝色方 AGL， 红色方阿尔法7。AGA 这边直接ban掉了张良和关羽，阿尔法7这边先处理掉了裴行虎。看一下第二班，法提赫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直接ban邵思源，看一下一楼怎么抢。其实这个版本 KWC 版本的话，一抢的点很关键，几个强边，像达摩啊、纪晓满啊，其实法提赫啊。这个版本对 AG 的影响，我觉得反而真的没有那么大，因为其实一些他们擅长的体系里面也有像多利亚跟夏侯惇啊这种，只是几个开膛斧不在了。然后其实像鲁班大师没了，但他们本来这赛季玩的也就不多，对，虽然春季赛胜率很高。先一抢了一诺的公孙离，好凶啊！直接火舞加达摩。是的，在本次的 KWC 版本里面是没有嫦娥加海月的，所以打火舞英雄可能不会那么多，直接庄周啊，加大司命，简单粗暴。就你红色方的亚楼已经2个开团点了，这选的也比较 AG。我这个庄周已经够用了，就单点。对，就阵容不用做那么花里胡哨。再来一手前排。看一下阿尔法7的3楼 counter 位，这个也是避你别出后羿的意思。感觉要把打野出了吧？阿古朵，但是阿古朵说实话搭配到达摩加火舞的进攻就有点怪，对，他有点就是感觉我开不了团了，我拿一个这个来打这个大司命来打前排的这种味道。就本来前面2手已经开团，包括前中期的强度已经够高，突然来个平推的，海诺ban掉，没问题。在本次的 KWC 的版本里面是没有空空耳的。狄仁杰，放大一诺。但是 AG 的前3楼是没什么控制的。再搬什么？再搬个仓？要不要小心一手双上箱 CR7 也是这个 Alpha 7，就是 A7 的一个比较强力的点。它这个名字也是致敬的 C 罗啊。一星。搬对方那个开团点，其实简单一点就把仓也搬掉，简单一点，没问题。公孙离2个对线比较难受的点给处理掉，但是阿尔法7没有选择处理对抗路哦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渲染的选择会很多。其实对抗路这个点，我觉得像对于境外赛区队伍的处理方式啊，不要在英雄上太纠结。其实前面也看到了，就跟平时提到一样，那是真打不过。正常对线的确实有实力差距的情况下，最好的方式是多放点人。孙尚香，那最后一楼有可能会出一个明世隐，或者是张飞，就看情况了。主要还是看 AG 的4、5楼会不会来一些控制。我觉得明世隐还要不，因为AG 的前3楼是没什么控制的。对，孙尚香加明世隐还挺好发挥的。一定要在中路，这把中路其实可以直接甄姬啊，这把甄姬非常好用。打阿古朵打火舞，感觉可以甄姬加法提赫。婉儿加狂铁非常的暴力啊！这么自信啊！但是顶着婉儿出明世隐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自信的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对方是个婉儿，你可以出张飞的。觉得还是就是要放大自己前期的优势。哇，上来直接一把婉儿。就常规来说，一定是这个甄姬补一些控制，但这一把的 AG 只是要把进攻拉满。对，这说实话选的不是很 AG。对。因为已经在前3楼出了庄周的情况下，其实没有什么人能跟你打一个这个 combo 的衔接，会让人有点心里咯噔一下的感觉。但是综合实力放在这里应该还好，还是比较自信。就这么说，这个阵容如果放在S5的对抗里，会让人心里也咯噔一下。绝对不会这么选了，不会这么选感觉。对，也可能是看了 Cat 那把玩的婉儿啊。对。但这把说实话，整体Alpha 7的前期强度是在的。但是这样，其实这个玩意儿出来，Alpha 7这里没有直接掏手张飞，我也是蛮。因为
一般都是对方先出连体的情况下，另外一方才会才出这个出这个婉儿。哎，就算其实出张飞也无妨，虽然说你有庄周，但我这边控如果实在够多的话，你也解不完。而且张飞的反手2技能的盾其实很能限制婉儿的一个输出。对，这把比较考验阿尔法7的下路双人组。又是在第一局直接出现了庄周。看一下前期了，蓝色方 AGL， 红色方阿尔法7。这 AG 肯定还是打着进攻野区的想法的。第一波好像骚让香加明胜也预判了 AG 这边可能会让公孙离走第一波中。是的，骚让香明胜也过来抢中，可能要遭遇了。打一套，这个大司命狂铁加婉儿的强度还是挺高的。看一下中艺这边，本来想反山好的，看到中路人多，直接不去了。这个 AG 在他的一些细节前期的布置啊，说实话，在整个王者荣耀不管哪个赛区的队伍眼里，应该都没什么太多的秘密，除非他们有新东西，因为不会有人不看 AG 的录像，成为了很多队伍研究的目标。一定所有人都看过。对，你要是连 A 线录像都没看过，你就能来 EWC， 这队伍太厉害了。是的，那证明你的这个教练组啊和整体的队伍选手的底子得有多强。是的。抢一波对方路的线，然后准备1分钟空间之灵。中线的话可以让给中艺直接吃掉。然后现在也是用上自己平时没用过的皮肤了，咒术回战的联动。双香的皮肤也很帅哦，也是对丁蟹蔷薇。就整体的体型看着比较这小。个啊，因为一定有一些观众前面可能在 AG 跟 TTG 没出场之前没怎么看 EWC 啊，你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啊，对当然你也错过了很多这皮肤的展示。这个皮肤也是被前面很多看比赛的观众已经馋了很久了。对，因为它的手感也好，特效也好，包括它这个技能感觉看起来很看起轻来的范围啊，比较大。对。一会儿你等它有大招了，你看观众朋友们，一会儿你知道这时候一大片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大招的 AOE 感觉特别大，比我们正式服的要远很多，感觉看起来要特效特别猛。对，尤其他整体的身体是看着比较轻的。是的，而这个系列整个就是一个比较帅的造型，有的手上没武器，包括狂铁也是。如果有机会看到诸葛亮的话，大家还能看到另一个，对，五条悟本人。婉儿在等4级，下波线吃完应该就能到4了。看长生怎么玩，但 AG 还是没有把线换回来哦，让公孙离一直走中，有中线权。狂铁皮肤啊，不想拥有吗？这确实帅。主要还是苏让强和狂铁没在一边，是的，不然这个双边合体那一波，大家如果想试这个皮肤的话，可以去国际服尝试一下。是的，去试了一下，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对。幸好这个公孙离不是苏让强。国际服也有很多有趣的设定，比如说你一局排位当中如果能拿到 SSS 3S 级的评分，我们去排位5排试过，一局可以加5颗星。这个待遇啊，直接给你拉满了啊！对，你在我们的国服很难体验到这种感觉。只要你的发挥足够好，1把5颗星。对，婉儿的第一波还没启动，因为线还没换回来。前面阿尔法7处理的也很不错，很细节。对，都在进行着这种镜像的兑现。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围着 CR7 打的一个社合队伍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虽然丹尼这个点是他们的一个擎天白玉柱吧，但真正的核心其实目前来看，感觉是 CR7。这就是为什么敢在4、5楼直接出苏让强加小明的原因。敢起这个名字的射手就不是一般人。对，白度山好，位置不错，打一套当着婉儿的面，这波有点着急了。这波长生在那一瞬间像中了彩票一样。就中艺的这波站位明显是去卖的，对，你只要敢砸这个大招往前，立马直接让长生飞这个大招。当一个上官婉儿看到阿古朵在你面前丢出大招的那一瞬间，太兴奋了。是的，太兴奋了。就如果我不放大，就是对你的不尊敬了。对，还有得小心哦。如果自己在血魔出来之后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。第一波红区，第一波尝试反红，大招砸一下，还是被中艺这边反了下来。想追也追不了。哦，没反到，被阿古朵保住了。刚是趁早了，动手一整套，上来够不够？没踩出来，没有人给他大招吸回来，这波有点伤的。而且刚好是4分钟的节点，我想这中艺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感觉他手里有技能，而且说你动手，大招会吸一口，再进去飞一套，有点极限。等会儿啊，反手开的不错，那第一时间没输入能跟，反压一下，你别说，哎，这要稳点啊，感觉有点危险。
这么大，再跟。好在这一波是没有让阿尔法7把暴君给开了，但中路是拉扯的比较久的。这波幸好达摩这个角度其实不是很好，在这个大马路上，他差那么一点点上墙，一点点角度，估计就那么5度10度的样子。因为那下要真上去了，有危险。因为在我们本次 KWC 的版本里面，达摩的大招是不会因为抵抗鞋的原因导致他的距离是变短的，非常厉害，不吃韧性，所以说他的梯度才会那么高。对，那控到是真要命。丹尼这边直接做出了血魔，打断一下。这个暴君应该是能够被 AG 控下来的，而且刚刚那波反红是前面看错了，终于这边是成早了一点点，被阿古朵给保下来了。主要是他自己没出来，对，终于这里。那波反不到其实还好，但是人倒的比较麻烦。好在后面有个网儿，就每一波抢中的话，其实阿尔法3这边不太敢随便直接抢，得忌惮一下这个网儿的输出。前面处理的还不错，但这波红还是要进。被胡胡拉到了草丛里面，没有视野了。达摩第一时间靠不过来，直接开血魔。反正血量压得很低，动手进去，但第一时间上来打不出来，被激活反杀了。这一波开的有点急了，相当于只有他一个人能上去开。没错，达摩，大招好像踹歪了，但是可以留啊。人是不是有点多？哇，终于这波加速走了，那胆子蛮大的。他这个大招正好是卡在了大司命一技能这个位移的途中，导致没有上墙。对，相当于借这个位移推了一下。终于这波胆子其实蛮大的。对他一个人从下面走，那吃的伤害很足啊。其实他最好应该是跟队友从上面走的。对，有点危险。这波如果上墙，终于是必死的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梦魇的原因，反正那口回的有点多。应该是没有，因为火舞这边第一件做的是血书，阿古朵这边第一件是血魔。没错。其实这波挺危险的。现场很多 AG 的观众。那这样的话，后续每一波红区 AG 都会控。Fury 这边啊，Fury 这边应该是我刚才看到装备了，没有直接选择梦魇。他刚刚是血书，对，再砸一套大招，但只吸了一个人。现在在 KPL 的话，基本如果决定要在4分钟这个节点左右开始打的话，一般哪怕是火舞也会直接裸个，就鞋子不能出，梦魇出来。对，草鞋都不能出。其实刚才已经不是4分钟，刚才的出血也来得及，但没有选择这么做。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正面第一时间 AG 的回复量是比较多的，双狂暴嘛。但这样的话，终于就可以再嚣张一会儿。达摩被逼闪，击飞直接秒。是的，找阿古朵，再跟斩一下。这波有点着急了，是把正常的地形往中右这边靠了靠，给到 EG 这边开团的机会。我觉得暂时是不能看一眼，就现在这个回复量，加上中 E 这边不死鸟已经出来了。毕竟其实这把阿尔法7是一个保送上香的阵容，对，前面太想去起节奏了。他们真不怕，其实这个倒是挺巴西赛区的，一个热情的国度，是真敢打。其实这套阵容逻辑上来讲不应该这么凶，其实跟上一场 BO7 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差别。但 Fury 这儿是真敢上，这个火舞特别暴躁。但他们从前面8分钟啊，好像达摩的闪和我的闪没有配合起来，像前面那波火舞的闪也是达摩没来的时候自己就一闪开上去了。对，但那波其实开的不错的，只是这个康波要接上。感人，这要被滚死了。就 AG 这么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有个庄周啊。而且 Fury 现在这个经济，他10分钟能不能掏出个梦魇是个疑问。感觉应该做不出来。他刚刚做出弑神之术，那10分钟这波龙团基本也看不了。如果这么滚的话，可能 AG 要把比赛滚死了。就明着看 ，AG 这边是续航量不多，但是他有双狂暴，还有这个大司命的慢慢的吸血量。别管我多不多，就是大司命这一手不死鸟大招，你该怎么办吧？对，这一手就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现在看一下装备啊，火舞这边是魔道支持加血书，阿古朵下一件应该是不强，那应该做不出来。现在的火舞在前几分钟的经济还好一点，因为这2波接连掉点，其实他经济增长速度比前面是在变慢的。就你让他2分多钟憋个梦魇出来是不可能的。大招落地斩了，这样的话2塔估计也得放了。达摩也是姗姗来迟啊，来其实没有，大帅手里有大有救赎有治疗，是完全可以无视这个达摩的。2个炮车看高地能不能拆。公孙离这边 B 位置把人劝退，高地塔直接拔掉，太连贯了。对，每一波 AG 都是爆半区50，但是每次阿尔法3这边是让达摩去管一个远线。稳一点的话，就是也去扫一遍，直接控龙。10分钟可以考虑双龙了。是的，去找达摩，网儿启动，逼了个闪，哇，又是9分半的时间把达摩的闪给逼出来。
这样的话10分钟的双龙，应该是阿尔法森根本看不了。应该是扫一波野区摸龙是结束比赛的。对，这波应该把线断掉。其实诺赛前那个采访有个词儿特别关键，谨慎一点。对，就是现在 KPL 赛区打到境外赛区的队伍，真的是会比打到 KPL 赛区的队伍还要严谨。就是你越打别的赛区队伍的时候，你越不能犯失误。而且你不管从哪个层面上，你从养成习惯层面上来讲，你不能让自己放松警惕，你不然你后面遇到对手调不过来。第二点的话，你也扛不住那个压力。真的，你赢是应该的，你输了压力可是很大的。是的。选择先开暗影暴君哦，因为上半图的视野是被阿尔法森给占住的。暴君开完他能破高地，如果能给高地压力，拿条主宰可以直接一波了。这波应该是想了把外塔全部拔光。不行，这后太穷了。就很有可能这把梦魇没做出来。他这个魔道之石加神之书这个组合就把自己憋死了。那前面开的是挺好的。大招启动，中高地直接拔掉，太轻松了。应该是想再转下高的，受不了。大司令只要给个桥上去，你就得往后退。如果这波下高破的话，这波是可以直接尝试一波。对。在 B 位置，压住位置往前走，直接扫大招做3个，手里还有血手，根本拦不住。正面达摩直接要掉点，兵线往上送，如果能打进来掉点，感觉可以尝试一波比赛。兵线送进来了，已经不考虑了，下高地都不要了，直接往踩脸赶人走，一波拆掉，恭喜 AGAL。意料之中，太快了，10分钟并没有选择直接开双龙啊。对，其实就是我个人是认为啊，就 A7这么去打对抗，我觉得本质。